大家好，我是邵医生。这一年，自从我当了 YouTuber， 我几乎每天都是思考一个问题：究竟如何才能让看我这个频道的兄弟姐妹达到财富自由呢？如何才能让懂我、支持我的知音们真正的成为金钱的主人，让钱为他们工作呢？我在思考这个问题的过程中呢，自己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啊，因为我不断的去总结我的创业套路啊、赚钱套路啊、富人思维啊等等，但是这些都是我的经验总结，是否可以适合每一个兄弟姐妹呢？答案是对的，存在即合理啊。我的那些套路也是靠研究别人、看书、参加大量的培训学回来的。为什么同样的套路，其他老师能做到，我能做到，我的学生能做到，但是很多人就是做不到呢？我今天终于找到了答案。大家相信财运是可以改变的吗？如果你的答案是 no， 那么我就可以很肯定的告诉你，就是因为富人和穷人之间财运的不同。我告诉你，财运是可以改变的，而改变的方式就是透过改变自己的潜意识，改变自己的心境，从而改变自己散发出来的能量。这就是所谓的相由心生，境随心转的意思。听起来是否很玄呢？但其实改变就是一瞬间的事情，一切顿悟也是一念之间。而且不仅仅是你的财运、你的爱情运、你的健康运、你的一切的运气都是可以一瞬间的改变的，这运是可以自己创造的。你有没有发现啊？大部分成功的富人都是从基层做到亿万富翁的，难道他们是靠天生的财运吗？如果我早些年真的认命了，真的跟我父母的愿望去考公务员，我想我这一辈子都不可能买得起房。为什么大部分的富人都相信风水呢？你看，很多人很倒霉，失恋、破产，但他们一带上吉祥物，一改变了风水，就好像逆天改命了一样。为什么？很多人的解释是因为风水啊，什么水晶洞啊、绿幽灵啊什么的，改变了磁场。这我不知道真实，但我确信的是，这些吉祥物瞬间拉高了我们的能量。对的，我们身边的一切都是有能量的。你去看看那个纸包饮料，上面是否写着能量？你看看那些小孩，你再看看你自己，然后你去看看那些名牌的包包，回来再去看看路边摊的包包，你是否发现事物之间，包括我们人类，都是有能量的差距的？你有没有看过一个名人都跟大部分上班族一样无精打采的？你有没有听过他们口中说出一些负能量的词语？如果没有，我们是否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富人和穷人之间最大的差距就是能量之间的不同。而我告诉你，一个足够强大的人去改变能量是不需要透过外物，是不需要透过风水的。你看乔布斯、马斯克、稻盛和夫等等，他们就是透过禅修、冥想、打坐来获得能量，因为这些方式可以让我们的内心得到了平静，静能生慧。为什么马云会说晚上想想千条路，早上醒来走原路呢？就是因为在夜阑人静的时候呢，我们是最容易有灵感的。但为什么我们不能去执行呢？就是因为我们的潜意识，我们从头到尾都不相信自己能够做到。所以归根到底啊，用宇宙吸引力法则去解释的话，就是信念感的不够。今天这部影片你一定要看到最后，因为我要把我的内心世界都打开给你们看啊！毫不夸张的讲，你会瞬间的获得财运，吸引到无数的金钱，所以你一定要为这部影片点赞。因为当你遇到不顺的时候，你回去播放列表就可以找回这部影片，去帮助你改运。而我的频道是专门培养老板、企业家、有钱人的，你可以考虑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打开小铃铛。首先我问你一个问题啊，你认真的思考一下，你认为自己到底够不够好？是不是有价值的人呢？是不是有能力的人呢？我告诉你，一个人啊，他的价值感越高，他的力量感就越强。反过来也是一样的，就像一个硬币，你觉得自己没有价值，你就没有力量，它是同一个一体的两面。简单来说就是，你认为自己是有价值的，那么你自然就会认为你值得拥有财富，也相信自己是可以创造出更多的财富的。这一点真的很重要啊，就是很多人认为这很简单，我相信自己有价值不就好了吗？为什么我还没有富起来呢？其实相信是最难的一步，不是你嘴巴上说相信就可以的。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啊，中国内地有一个商业大亨王健林，他就曾经说过了一句话，
他说限定一个小目标，先赚他1个亿，就是这句话把当时很多人都震慑到了。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都很难接受啊，说1个亿是小目标，他们觉得连一个大目标都不能算，因为1个亿对他们来说想都不敢想啊，还目标呢。那我想问你啊，你是如何看待这句话的？当有人说出限定1个亿的小目标的时候呢，你的内在感受是怎么样的？你内在的评判是怎么样的？你内在所释放出来的声音是什么样的？它其实就是某种程度上呈现出来了你在内心深处有多么相信金钱，其实就有多少金钱能够来到你的生命中。所以我一直跟我的团队还有商学院的学生说，随便都能赚1-2千万，对不对？那很多人就觉得我是在吹牛，觉得我很浮夸，对不对？其实我只是在把你们的格局拉高，应该这么讲吧，我内心的潜意识是真的这么认为，所以我才这么讲的。因为我做到了啊，难吗？好像不太难，我也才20多岁。那为什么有些人不信呢？就是他们从来都觉得自己没有这么大的价值嘛。为什么当初马云说阿里巴巴会颠覆整个批发市场？为什么乔布斯说苹果手机会颠覆人类？为什么当比尔盖茨说家家户户都有一台小型电脑的时候，就是这些伟大企业家都直接告诉你干什么能发财的时候，你们为什么就是不相信呢？如果在他们当初创业这么艰难的时候，你去入股，你去帮他们一把，或者你按照他们的思路去做同一件事，那么你现在会混成什么样呢？所以不要因为你的见识少而觉得别人是在吹牛，你只是因为自卑，你只是潜意识的觉得自己没有那个价值，觉得自己做不到，然后就不相信别人，不相信别人能做得到，这点是最可悲的。当初我看见亚马逊，我看见了淘宝，我看见了电商，我看见了这么一个趋势，然后我就很单纯的很纯粹的去做。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只要我相信，我就很固执的去把它完成。结果如何？当初我的电商生意让我赚到了第一桶金，让我拿着这一桶金去开设批发公司，让我去投资。而如今我已经有自动化运营的公司了，就是因为我相信，因为我相信了，所以我才能看得见。我们企业家不是因为看得见未来，我们没有水晶球，没有这个能力，而是因为我们从头到尾的相信，这是一份信仰。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得懂，我当初就认为我帮大家解决了贸易的问题，那我肯定能赚到钱。我当初就认为 Tesla 公司的电动车将来肯定会把所有的油车淘汰，所以我才会重注在这家公司，因为我觉得它配得上啊。同理，你相信移动互联网的价值吗？你相信自己也能在这个趋势中作为第一批去挖金的人吗？你相信将来人工智能将会取代大部分的行业，而自媒体是唯一无法取代的吗？如果你相信，你可以在影片下面的链接报名参加我举办的免费培训，我会免费的告诉你如何一个人有系统的零成本的去创业。如果你一无所有，如果你觉得相信对自己也没有损失，万一成功了呢？你一定要留时间去听我的免费培训，我也花了大量的时间去给大家制作。所以我说随便赚1-2千万，并不是说我只赚这么点钱。但如果说你完全不相信这种可能的时候，那么在你看来这只是一种调侃，像看笑话、看别人的故事那种情绪去看。而如果你有一丝可以接受它，那么你就会带着好奇。好奇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人觉得几千万、1个亿是一个小目标呢？那是不是说对于有些人来讲，1个亿真的就是一个小目标呢？那么这个人和我的差别到底在哪里呢？那我如何也能够有这么大的这种能量，有这么大的这种框架，可以把1个亿作为一个小目标呢？那我如何去行动，如何去学习，如何去成长呢？这就是所谓的富人思维。而富人思维来自哪里呢？来自你的心，来自你的潜意识。当你有这个心，你永远都不会怕赚不到钱，因为你会不断的去思考，去想办法做这件事。但是如果你认为那根本不可能，你是以一个负能量、不相信的角度去思考问题，那么你只会把它当作一个笑话，然后你自己该过什么样的生活，还是会过什么样的生活。所以这就是你内心深处有那么一丝的相信和完全不相信的时候呢，你的思考方式、你的关注点、牵引点所呈现的不同。所以当大家对于自己不太了解的时候呢，你如何去了解自己？我有一个这样的建议，就是你可以去通过你对一些事情的这种判断、反应和内在翻涌出来的一些情感，
来去探索你自己内在的状态。所以我们想要财富自由呢，就要去思考如何提升我们内在这种配得感。当我们的配得感不够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很常见的状态，就是我们可能会无意识的推掉一些让我们获得金钱的通道，阻塞了这些通道，甚至我们会无意识的破坏掉这种有可能来钱的，比如说升职啊，比方说一个更大的项目啊，或者是你就要收款了，最后就莫名其妙的出了岔子。总之就是到了最后的关口，你就是搞不到它啊，这不夸张啊。当时我第一次透过投资股票赚到钱的时候呢，我就怀疑自己，我赚钱是不是别人就亏钱呢？我在快乐的时候，别人是不是要跳楼呢？我卖在高点的时候，别人是不是买在高点呢？我第一次做生意的时候，一开始赚到钱，见到钱是很开心的，慢慢钱越来越多，钱来得太快了，赚得太容易了，我就怀疑自己是不是配不上赚这么多钱呢？毕竟当初我创业也只是一个低买高卖的概念啊。就是在这种怀疑的心理状态之下，当时的我收入就到了瓶颈期，我公司收入的增长就变得很慢了，然后我就非常的恐惧，我的人生极限是否已经到了？我下面已经那么多兄弟姐妹在跟着我工作，那如果我已经到了巅峰，要拐弯往下走了，怎么办呢？那如果我当初不能突破这种自我怀疑，我觉得自己配不上这种成就，那么我就只会跟别人一样，不断的在这种模式里面轮回。这就是因为我们内心深处，我们的潜意识里面，我们有很强的不配得感，这种负能量，我当时的潜意识就会觉得自己不应该拥有这么多钱，所以我就会无意识的推掉很多金钱。直到后来啊，我带我爸妈去买房子，这是我最有成就感的事，比我做起一家新的公司更有成就感。大家有所不知啊，这样说吧，以前我父母是从不敢奢望能看见我买到房子的，因为他们资金上帮不了我，甚至连作为房贷的担保人资格都没有。那当时我看着销售大厅里面其他的父母要拿着手机去算怎么才能给儿子付首款的时候，我才发现，对的，我的起点真的比任何人都还要低，但又如何呢？只要我跑得比别人快就好了。可能有人就误会了，我的成就感不是说我觉得自己很牛，我很有钱，不是的，而是我能真正的不让我的父母为了我操心之余，我还能让他们过上舒服的日子。我是因为他们为我自豪而自豪，我瞬间顿悟了，我的一念之间让我从地狱走上了天堂。我的父母给予了我信任，我也给予了自己信任。是的，我赚了我顾客的钱，但我从不欠我的客户，我提供了我的价值，提供了我的服务，我的出现让他们过得更好。做生意从来不是一个我赚你亏的游戏，是一个双赢的游戏，因为大家都能赚到钱，所以这个社会的 GDP 才会越来越高啊。而我从那一刻开始，我投资从不贪婪，我不会卖在最高，我只要获利就好了。我预测能赚20块美金的股票，我可能赚15块就卖了，剩下的钱别人有本事就赚，没本事也不能怪我，毕竟他们借我货的时候，股票是在上升的。就是这种做生意和投资的原则，让我到现在财富都是一个暴增式的速度去增长的。而我能领悟到这些，我能赚钱赚得心安理得，是因为我心无邪念，我是抱着帮人而不是害人的心态去赚钱的。佛经当中讲，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一个人怎么算是成佛呢？就是不做恶事，所有的事情都是善良的。孔子总结了《诗经》，思想上都要没有邪念，思想是指导行为的。比如说我们想要赌博了，我们就可能去赌博了，所以我们控制自己的思想比控制自己的行为更为重要。而说了这样一句话，说看一个人的行为更重要，不能只看他的思想。这句话其实不好啊，一个人的思想才是这个人的本质。一个人的思想邪恶，即便是现在没有作恶，或许客观条件不太成熟，一旦客观条件成熟了，他就会作恶。所以很多的高人能够预言一个人的未来，就是因为这个高人了解了这个人的思想，思无邪，走正道，做正事，便是为善去恶，就是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我们用这种心态去做事业，事业就会越来越好。一件事只要是对的、正能量的、走正道的，这件事自然就会越做越大。
当然，一件事是邪恶的、走邪道的、不符合规律的，这件事自然就会越做越小，最后消失了。而这都来自你的思想是正的还是邪的。所以你想要功成名就，就一定要思无邪。我也是这样去要求我创业商学院的学生老板。我除了会在商学院后面的内容永久的去教他们一些创业的心法以外呢，最重要的，他们还可以在里面学到如何跟我一样抓住移动互联网的趋势，在 YouTube 创业。我会告诉他们从零开始做什么内容，怎么做，就是手把手的一步步的告诉他们，让他们最快的上手。而为什么我让他们选择做自媒体在 YouTube 创业呢？就是因为 YouTube 本来就有大量的流量，而且门槛非常的低，几乎没有成本的，大家就可以上传影片了。你比如说喜欢主食的，喜欢旅游的，甚至你喜欢追女生的，喜欢打篮球的，只要你用我商学院的那个系统去做，你也可以很快的一个人把事业做起来，然后我还会教你怎么盈利。这点是含金量最高的地方，因为有流量的人不懂怎么变现，也只能靠那点广告收入为生。而为什么我能这么自信？除了是因为我一年就有20多万订阅以外呢，我还亲自实践过，验证过我这套系统和方法是有效以外，更重要的，我自认为创业的经验比较丰富，在研究创业这方面来说，我敢说自己是专家级别的，就是这么自信。当然 YouTube 创业也只是暂时的项目，如果以后我发现更好的项目，我也会在商学院里面教大家，因为这不是一个课程，是一个商学院，我会永久的带着大家去创业的。那么因为今天播出的日期是双11嘛，我也来搞个感谢季吧，听到了才有啊，就是今天加入的人就可以获得100块美金的优惠啊。然后我们将会在下周结束这个优惠，届时我们商学院就会涨一次价。那现在加入，大家也可以免费的获得我们品书会的会籍，除了可以听100本书以外呢，我也会亲自的讲一些不定期的课程。而最重要的是，我们的 Facebook 富人精英群，这里面的几千个人呢，有一部分会成为将来的千万和亿万富翁，因为你进来就会知道，里面都是卧虎藏龙，比我厉害的大有人在，我也要向他们学习。那这就是富人的圈子，这将会是你最大的资产。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在影片描述栏上加入。好，大家跟我感受一下。又比如说，你有一个前女友，如果说她嫁得很有钱，可能比你有钱很多，住豪宅啊什么的，然后邀请你到她家去玩，然后结果呢，你又听到她在另一个房间跟她的伴侣在吵架，而且吵得可能有点凶。然后现在去感受一下，你冒出来的第一个念头是什么？如果你发现你的第一个念头是有钱也不快乐啊，你甚至会因为自己不是有钱人而开心，这种就是早平的心态。如果你有这种心态，就代表说在你的潜意识当中，你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穷人，因为你有很强对金钱的限制性的信念。我告诉你，对于金钱，对于恋爱、婚姻、健康，对于这世界的一切关系，你怎么去看待它的，它就会变成你所看待的样子。在量子物理学里面呢，有这样的一句话，观察的人是会影响被观察的对象的，你是如何观察他的，你的观察本身就是在参与创造他的过程。所以当你就是那么看待他的时候呢，你一定会呈现出与之匹配的语言、行为、决策，这样就会强化你所相信的那些东西，然后你就会在你的世界当中呢，找到各种各样的和你所相信的东西相匹配的一些证据，最后就证明说啊，你看我所相信的就是真的啊，这就是人性。所以记着，一切你相信的东西，它只是一个念头，它本质上呢是不存在真假，不存在对错的。但是对于你个人来讲，它就是一个真实的，因为我们就是有这样子的能力，我们可以把所有我们相信的东西都变成我们世界的真相。你看，这些年贫富悬殊越来越严重，归根到底就是因为科技的进步。因为你发现了吗？很多的网红都会用调侃的形式去发放一些负能量的资讯，这些我们是没有察觉到的，因为我们的潜意识已经受到了影响了。因此当大部分人呢早上起来的时候都是没有精神的，没有能量的。大家喜欢听流行曲吗？我也很喜欢听啊，但我现在工作的时候很少会听。为什么呢？因为流行曲的歌词都是站在受害者的角度去写的，歌词都是很伤感的。虽然说你唱出来很爽，你感觉很疗愈，因为你找到了共鸣，对不对？但是你会一直堕入这受害者的角色，难以自拔。你有没有发现，为什么有些女生被说是渣男体质呢？
为什么有些男生总是找不到女朋友呢？就是因为他们的潜意识已经默认了他们就是这类型的人，他们已经习惯了负能量的心态，并且很享受。同理，为什么你会去打工，我会去创业，就是因为你身边的人，包括你的老师、家人、朋友，都给你的潜意识洗脑，让你去打工，对不对？而打工这件事呢，是正能量还是负能量啊？那创业这件事是正能量还是负能量啊？答案你心里很清楚，你打工，你就是帮别人赚钱嘛，钱到别人的口袋，然后你就拿那点固定的薪资，你怎么会爽，对不对？笨蛋都知道的道理，为什么各位都继续去打工呢？是因为真的穷吗？不，这社会没有穷人，不会饿死你的。所以归根到底啊，还是你的潜意识在作怪。所以为什么我常说一切问题都是你自己的问题嘛？因为一切事物它所呈现出来的样子，都代表了你的某种状态。因为是你创造了你现有金钱的状态，是你创造了你现在身体的状态，这一切都是从你的心、你的思想、你的行为而创造的。几亿年前呢，这地球什么也没有，而如今是我们人类的地球。这一切是怎么来的？这一切都是来自我们人类的心。这个世界美好与否，都是我们人类所创造的。比如说像很多的网红明星被攻击了，那大部分人就会很生气，很多的网红明星因为受不了舆论的压力，很多都终结了生命。我真的觉得很痛心，为什么现在的媒体都是负能量的？为什么一些现实中的失败者要用语言暴力去伤害一些能给大家带来价值的明星呢？我想带出的是，一个人的潜意识思想真的会严重到去影响一个人的生命。而我自己从第一部影片开始，我的初心也只是希望当大家有困难的时候，我的影片能够帮助到你，哪怕只是一点点啊。那我今天25万订阅了，就算树大招风，那我的初心也不会改变了，你知道吗？我在帮助大家的时候呢，我自己的思绪也得到了整理，我的阅历越来越丰富了，因为我要不断的提升自己啊，所以我自己的企业、自己的生意也会越来越好啊，所以我看一切事物都是美好的，我也因此有更多的人支持我，我的订阅数也越来越多了，所以我今天才希望以身作则，去传播正能量。当你的朋友、爱人、家人遇到困难、充满负能量的时候，你一定要把我的影片分享给他，因为当你帮助他们的同时，其实也是帮助你自己。因为当你身边的人都充满正能量的时候呢，你自己也会吸引到正能量的一切事物，你也会因此变得越来越好。在这里面，大家一定要明白一件事啊，就是你生命当中所有发生的事情呢，都是你允许的，都是你创造出来的。你不允许的事情是没有可能发生在你生命当中的。我知道这些话对于有些人来说就是很大的冲击，很多人是没有办法接受和理解这句话的。他们会觉得说，怎么可能是我允许的呢？难道我希望我的钱包被小偷拿走吗？难道我允许生病吗？难道我允许破产吗？难道我允许被伤害吗？其实我之前的影片也提到，一件事物本来是没有好坏的，是你的脑袋给予了这件事物的好坏。比如有一天你老婆打了你一巴掌，那这一巴掌是好事还是坏事？不知道啊，你可能认为这是情趣，也有可能认为这是在羞辱你，这取决于什么？取决于你的脑袋，你认为是好的就是好的，这要看你的心情啊。但我们能不能做到看每一件事都是好的呢？这样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就能都是好事啦。所以某种程度上，这绝对是一个很好的消息，因为当你真的有这种能力，如果你真的明白你有这种能力的话，那么你就会有机会重新的调整你的信念系统，然后把你所相信的东西变成真正你生活想要的。但是很多人他们内心的信念系统是非常拉扯和纠结的，他们又想要又要怕又要嫌弃啊、批判啊等等，就是有很多相互冲突的信念。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需要做的就是不断的去调整它。其实我们内心深处的那种很深的匮乏感啊，就是来自于我们的不相信。我们就是不相信自己是丰盛的，我们就是不相信自己是可以有钱的。那么这里面呢，也来自于我们对自己的评估和我们对金钱的评估。如果你对自己的评估很低，对自己的能力、力量的评估很低，同时呢，又对金钱有很多限制的信念，比方说钱是很难赚的，花钱容易赚钱难啊，还有什么你要赚人家的钱，人家要你的命啊，
就是这种限制性的信念，让你潜意识不知不觉地认为赚钱是很难很难的等等，真的是这样的，只是你没有发现。就是这种概念啊，其实都会影响了我们跟金钱流动的时候的状态，所以你的匮乏感会直接决定了你会不会很轻易的拥有金钱。还有我们对这种清白感的需要啊，比如谈钱就会伤感情啊，或者谈钱的人都是很功利的、很自私的等等，那我们就会觉得说，我不想成为那样的人，我宁可是一个很清白的、很纯粹的人，所以我不谈钱。所以很多人，特别像是老师啊，像一些做学术的啊，像这种读书人，他们身上的这个清白感的需要呢是很多的啊，他们就会很容易的掉进这种很迂腐的状态当中。还有一个就是当你觉得自己不够好的时候呢，当你觉得自己不够价值的时候呢，你就会不允许自己很有钱，你会觉得我这么一个烂人，我有这么多的问题，我怎么可以拥有很多的钱呢？你总是看到自己有很多的错误，看到自己有很多的问题，看到自己有很多的不足，你从来都不会关注自己真相的好的，对自己总是充满了很多的自我批判啊等等。那么当你认为自己这么糟糕，自己不配拥有钱的时候呢，你就真的不配拥有钱。就算你去买彩票中了，你也会因为自己的匮乏而把这些钱都全亏掉。我听过最要穷人跟我说的就是，有钱的人都是很能干、很了不起的、很怎么样的人，反正我不是那样的人，所以我不会有钱。这种逻辑看似没有错，但实际上呢，我不知道他们的钱色是怎么来的，就是为什么他们就不可以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呢？我坚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因为在我的眼里，很多比我有钱的都不怎么样。我很喜欢说上一代的老板有几个亿又怎么样呢？那个时代大家都知道，只要去创业就赚钱，你看他们不也被我们这个时代慢慢的淘汰吗？所以你看，这种我们对自己的信念就会极大的影响钱能不能进来和怎么进来的。你会发现很多人在花钱的过程中呢，他很愿意给他的家人花钱，给老公买东西啊，给孩子买东西啊，给老婆买东西啊，眼睛都不眨一下了。但唯独给自己买东西，同样是几十块美金的东西，就会觉得舍不得。买个100-200块美金的衣服，就会觉得哎呀，好贵好贵啊。但是给孩子买个几千块的东西呢，给老婆买个几千块的包呢，眼睛都不眨的。就是外教老师啊什么的，3-4万块钱的班说报就报，学完了以后自己不出国，也用不到那种语言。但是说给自己报个几百块美金的创业课啊、财商课啊、投资课啊，你明明知道投资自己的脑袋可以为你带来更多的资产、更多的被动收入，可就是打死都不行。这些都是关于金钱的匮乏感和不配得感。你就是觉得自己不值得拥有好的东西，那也同样也不值得拥有很多的钱。所以当你真的拥有很多金钱的时候呢，首先你一定要让自己的能量提升到一个很高的位置，让自己有这种自我的认同。同时还有一个就是你要把你的价值和钱分开。那么这部分其实是非常微妙的，就是你不要把你的价值的高低和你拥有钱的高低连接在一起的时候呢，这样你才能够真正的是一个有价值的人，才可以真正的拥有很多的钱。你看，这听上去是一个很绕的话，但是这就是事实的真相，这就是宇宙很多的悖论之一啊。就是当你不再把你是不是拥有钱作为判断自己的价值标准的时候呢，你才可以真正的拥有钱了。所以当你是这种状态的时候，你跟钱的关系就可以真正的变得平等，变得信任，你是对钱充满尊重的。但是你会觉得说我没有价值，如果我赚了很多钱我才有价值，那么你对于金钱的态度就会变成你依附于它，变成了这个在抓住金钱，你会觉得你比钱更加渺小，钱很大，钱可以掌控你，你要不停的做钱的奴隶，做钱的奴仆的时候呢，那么你就变成了依附于它了。但同时呢，你又不可能对金钱有很多的傲慢，觉得有钱是个王八蛋啊，或者说是怎么这个人充满了一身铜臭味啊等等，又贬低金钱。所以这就是要做到一个非常中正的状态。所以不管怎么说啊，你今天的金钱状态一定是跟这个世界整体的金钱的数量是没有关系的，取决于你自己的状态。你允许有多少钱进来就有多少钱进来。
好了，有什么问题呢？可以给我留言。只要你们能在我今天说的内容里面找1、2句话是有用的，能够帮助自己的人生过得好一些，我就心满意足了。那么，如果你不想错过任何关于成为富人、企业家、投资家、达到财富自由的免费信息呢，我还是呼吁你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打开小铃铛，然后无私的把影片分享出去。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的兄弟姐妹们早日达到财富自由。好了，我们下个礼拜不见不散，拜。